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最近中国年轻人又被狠狠地打了一巴掌，不是因为懒，也不是因为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太努力了，努力到让体制都尴尬了。一边是大学生在格力群里被骂成我村里的狗都吃得比你好，而另一边是博士生在工地搬砖，清华硕士去蓝翔学炒菜，知识、尊严、梦想通通被塞进了一条流水线。这就是2025年的中国。你考上名校不代表你就能出人头地，你回国深造可能被怀疑是间谍，你以为走出农村是改命，结果城市告诉你欢迎回到原点。更残酷的是，这一切正成为常态。企业说我们不缺人，但地铁上、外卖袋子里、装配线上都是学历，博士生做客服，硕士在打包，而真正的高位都被那些有姓氏的二代们紧紧地锁住。有人说这是中国的高学历大崩溃，可更深层的真相是，这并非崩溃，而是一个阶层被彻底锁死，没有上升的通道，也看不到出路。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从格力校招那句辱骂开始，一条从校园梦到工厂梦魇的下行通道是怎么一步步把一代青年的未来掏空的。11月1号，浙江杭州一名女大学生在网上发布视频，控诉格力电器杭州有限公司在校园招聘中辱骂学生的不当行为，以及工作条件违法苛刻等问题。影片迅速引发了热议。女大学生在视频中表示，自己原本满怀期待地参加格力的校招说明会，却在群组里提问合同事宜时，遭到人事的冷嘲热讽。对方不仅态度粗暴，还口出侮辱。看清楚再说，本科4年不是吃干饭的，我村里的狗都吃得比你们好。这些言辞瞬间引爆了学生的情绪，也点燃了网络舆论的怒火。更令他震惊的是，格力校招宣讲中的储备干部、高薪实习光环都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实际上与真实岗位差距巨大。他揭露说，所有的实习生要到一线工作3个月，实习的岗位每天需要工作12个小时，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午餐45分钟，晚餐只有30分钟，上6休1，有白班夜班，1个月一换，工作需要长时间站立在流水线前操作，也就是流水线打螺丝。实习期间扣除了住宿、水电与社保后，实际能得到的工资只有4000多元，转正后薪资也仅有5000到7000元，其中包括加班费用。而格力宣称的可转到管理岗位或技术岗位的承诺，也几乎只限于机电类相关专业，其他科系的学生大多被直接分配到一线生产岗位，也就是大部分的大学生都要留在工厂打螺丝。当然，硕士生不在录取范围之内，估计也没有硕士生愿意来做这些苦力吧。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了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您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您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一个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
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的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好，我们回到正题，网络上其他的相关评论很多，比如说格力黑工厂辛苦，岗位内定，卡实习盖章，离职要提前申请，要做过几周才给发工资，宿舍问题等等。当这位女生在校招群内咨询合同条件与岗位安排时，涉事人员张某进就对女生进行了上述的辱骂攻击，说女生不配上本科，我村里的狗都吃得比你们好等等。女大学生认为，格力的招聘人员不仅是对她本人，而且是对整个学生群体进行了辱骂。为了保护个人安全和隐私，这个女生并没有公开学校及更多的个人资料。事件发酵后，杭州易鑫人力资源有限公司负责人出面证实，张某进确实是格力公司的员工，负责格力校招业务。格力电器随后发声，称已经对张某进做出了开除处理，并且强调张某进并不是格力的正式员工。反正出了事儿的都是临时工干的。格力人事部门随即在群内发出书面道歉，并通过校方与当事的学生取得了联系。这个女生表示接受道歉，但仍然对格力的实习招聘制度和员工的待遇表示质疑。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真的是一个人的失言，还是整个制度的现实？反正你不干，后面一大堆人等着干。这起格力校招风波不仅关乎一名学生的遭遇，更折射出当前校园招聘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华丽的宣讲背后是压榨与不平等，梦想与现实之间正隔着一条流水线的距离。就在女大学生举报格力校招辱骂事件揭开企业用工乱象的时候，格力电器的另一场震撼发言再次被舆论想起来了。这一次不是中层人士的嘴太毒，而是掌舵人董明珠亲自上阵。今年4月22号，在格力电器的临时股东大会上，刚刚成功连任董事长的董明珠穿着一身黑西装，语气坚定地宣告，格力绝不用一个海归派，因为海归派里面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这句话像是一颗深水的炸弹，瞬间就在网络上掀起了巨浪。很多人听后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海归这个曾被中国社会视为国之栋梁、精英代表的群体，如今被一位民族品牌女总裁划入了不安全名单。疫情之后，留学归国潮汹涌。根据中国科技部数据，仅2021年就有超过100万人回国发展。40年前，中国张开双臂迎接留学生，而40年后，企业领袖开始怀疑他们是间谍了。舆论的风向分成了2派，有人认为董明珠只是自保。2023年，格力确实爆出2起资料外泄的事件，而涉事者都有留学背景。但更多的声音指出，这样的说法是以偏概全。连《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都出来开炮，指责董明珠污名化海归。《新京报》也发文批评，这样的说法背离常识，对海归是极大的冒犯。也有网友表示，格力不是华为，也不是军工企业，核心技术并不涉及机密，为啥要把海归当间谍呢？格力的广告词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但一个连海归人才都不敢用的企业，真的能让世界爱上中国制造吗？还有舆论认为，董明珠只是说出了体制内不敢明说的真相。近几年，国企、央企，甚至一些政府机构不招留学生的风气早已蔓延。在中国当下的政治氛围里，留学生无奈成为了时代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格力的故事不只是格力的故事，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缩影。从校招群里被骂狗都吃得比你们好的女学生，到董明珠口中有间谍嫌疑的海归们，一个是基层人士的口无遮拦，一个是企业领袖的公开表态。
两起事件像两面镜子，照出了当下中国年轻人就业的冰冷现实。贫穷会遗传吗？有位老板曾说，30年前我们廉价招了农民工，30年后我们又廉价招了一些大学生。我们了解了一下才知道，这些廉价的大学生就是当年廉价的农民工，他们含辛茹苦养大的孩子。父母一生辛苦，只盼孩子能出人头地。但如今的现实是，大学生们不得不脱下空一己的长衫，卷进一条大学生版流水线。这真是一种让人五味杂陈的闭环。在共产党的镰刀之下，韭菜们谁都难以逃脱被割的命运。几十年前，农民工是中国崛起的隐形英雄，他们背井离乡，筑起高楼，修好地铁，用微薄的薪水堆出了城市的繁荣。但随着产业升级，人口老化，靠着廉价劳动力驱动的模式走到了尽头。同时，大学扩招带来了学历贬值，理论上更多的大学生意味着更多的创新与活力，而现实却是文凭越来越多，机会却越来越少。就业的市场就像一座倒金字塔，底层挤满了大学生，理想中的体面工作早已成了稀缺资源，新打工人的群像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农民工变老，大学生接棒，知识沦为廉价的装饰，努力却换不回应有的尊重。当中国的经济陷入全面下滑与通缩的螺旋，当学历的光环在习近平所谓的经济光明论中迅速褪色，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惨不忍睹，知识越多越贫穷，正成为习时代的新一轮魔咒。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了1222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43万人，创历史新高。这会推动今年毕业生失业率创下历史最高，加剧大学生毕业分配内卷与就业惨状。大学生就业难，学历贬值，知识无用，现实的阴云笼罩在无数青年人的头上。今年会惨到什么程度呢？据路媒的报道，有网友发帖称，四川省一所高校2025届博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0%， 硕士研究生就业率为 26.98%。 陕西的一位网友也发文说，老婆今年化工专业博士毕业，33岁，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从毕业前就开始找，一直找到现在，毕业了也没有找到，简历投了出去，就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网友们纷纷回帖，博士生找工作建议瓦工、木工、钢筋工、混凝土工、保育员、保安、清洁工、绿化工、架子工、快递员等都是革命工作，都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工作，非常光荣，非常伟大。拉美化后就是农民工地位。清华土木工程专业女硕士董洁琼自费6000元去蓝翔技校学厨艺。这则消息一出，网友们炸开了锅，有人惊讶，清北学霸去炒菜了，也有人感叹，至少他还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董洁琼回应得很平静，她说这是她经过深思熟虑，为人生做出的长远打算。一句话听起来既理性又无奈。当名校的光环不再保证高薪，当体面的职业成了奢侈品，学会一门真手艺反而成了某种务实的浪漫。像董洁琼这样的清北毕业生，职业降级早已不再稀奇。清华姚班，那个被称为中国计算机界黄埔军校的顶尖班级，曾经一度代表着中国科技的巅峰。过去姚班末位生年薪100万美元不是传说，如今却有人被迫去做外包岗位，这可不是个别人的沦落，而是一整个时代的反讽。当教育产能过剩，资本寒潮席卷，精英2个字本身也在贬值，有点悲哀，也有点真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二代、富二代、烟二代、电二代、公务员二代等等的二代党，正成长为中国无处不在的婆罗门族时，党国体制的优势尽显无疑。
而千万普通的牛马和韭菜们，只能面对着脚下无路的困局，发出一声叹息。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